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艾瑞的环球日记，我是艾瑞。OK， 我们又在机场了，有一天就飞，每天都在飞，我的天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呢要飞到立陶宛的维尔纽斯，立陶宛的首都。对，那我们就是在这几天呢，就一口气探访了波罗的海三小国的各个首都。啊，待的时间都好短，待的时间都蛮短。其实我觉得塔林，如果以后有机会再来，塔林可以再多待一下。对，塔林是真的很漂亮。塔林是真的非常的漂亮。那里加的话，还不错，物价比较低，吃吃喝喝也都很方便。对，也不错。那维尔纽斯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呢？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准备去登机了。先这样，拜拜。Hello， 我们已经登机了。那今天坐的在波罗的海地区依然是波罗的海航空。今天是紫色的。它每个航班好像都不一样颜色，对啊。然后我们在里加的最后一个早晨，最后一个夜晚，就开始下大雨了。是啊，天气不是很好。外头天气不好。看了预报，维尔纽斯天气也不会说太好。对，看了一下气象预报，接下来1、2天天气也不是特别好，有点小可惜。希望能够风吹大一点，把那云赶快吹走。这样，好了，那天气不好就不给你们看太多不是太好看的东西了。我们到了维尔纽斯再说。OK， 拜拜。来到维尔纽斯的第一站，我们来到了维尔纽斯大教堂。这是一座立陶宛的天主教教堂，也可以说是立陶宛国家的象征。在15世纪末，立陶宛大公下令建造一座雄伟的哥德式教堂。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古典主义的外形呢，则是在1783年到1801年之间完成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了维尔纽斯大教堂。OK， 那维尔纽斯大教堂的旁边呢，有一块很神奇的东西，就是它奇迹地砖。他说只要站在上面，然后转一转，然后许个愿，愿望就会成真。好，那我现在许愿，这样，希望我们的频道今年有10万订阅，会不会太夸张？请大家订阅哦。沿着教堂旁的公园继续向后走，就可以看到一个登山小缆车。我们搭乘着登山小缆车上山，准备参观维尔纽斯城堡。整座维尔纽斯城堡呢，建于12世纪。但经历了多年的战火摧残，现在只剩我们眼前这栋格迪米纳斯塔楼。站在塔楼旁，你可以从这里俯瞰整个维尔纽斯市区，真的是非常的美。我们在维尔纽斯来到一家地窖餐厅，听说这里非常的有特色，而且可以吃很多当地最特色的特色菜。Okay, let's go. OK， 哇，皮质的菜单啊！我们来看看啊。据说呢，今天我们要吃就是立陶宛最有特色的料理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就是这个甜菜汤。哦，再来是好像是这个黑面包汤，也是很有特色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重点是，我找找，好像你看这个热排香肠好像也都很不错呢。我们看这个猪脚，哇，哎，这就是重点啦，重点是这个对吧？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立陶宛霸丸，它是马铃薯
外头是用马铃薯做的，然后包着肉绞肉在里面这样子。那是传说中立陶宛的霸丸。那我们今天就点来试试看，给大家尝尝鲜。对，我们再告诉大家这个到底好不好吃。OK， 那我们刚点完菜，我们点了一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就是只要他推荐的，然后对当地特色的，我们没看过的，我们就点，然后点了一个喝的，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好，我看起来像是莲子汤，但是它是饮料，对，它是一个所以酸酸的饮料。对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，等一下来试试看喽。哦，然后它那个霸丸还可以选酱啊，我们也不知道要选什么酱，所以他推荐什么传统的，对，我们就点什么，就给他试试看看。好，但我们还保守一点的，点了一个猪脚，德国猪脚做垫背，对，万一其他的。对，万一没有那么好吃的话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猪脚可以垫一下，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等一下菜来了，我们再带大家来尝尝看这个神奇的立陶宛霸丸，立陶宛的霸丸。OK， 来了，这一瓶实在是不知道是什么的果汁，你看上面那个看起来真的很像莲子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来，我们有请专业试喝员小猪皮踩雷大王，来 ，Go， 你试试看，你自己倒。如何？哦靠，看这个脸 ，No， it doesn't feel good 喝起来像那个像什么？中药。中药。我的天哪！我们点了一壶中药，我试试。老实说，这味道我不是很喜欢。我就有点。哦，真的蛮恶的。我晚一点回去 Google 一下，查一下这到底是怎么，再跟大家讲。但是真的蛮恶的，它有一点点的涩，一点点的苦，其实不酸。它上面写说这是酸的，但其实一点都不酸，反而是苦味很重。然后就有一股那种真的是有点像中药味道。然后它是放在那个气泡水里面，所以它是有气的一个中药。好 ，I pass。后来我查到这杯饮料的立陶宛名称呢，应该叫做 Gira。Gira 是一种用面包制成酿造的微酒精饮料。有兴趣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来体验看看。但是，先说真的不是很好喝。OK， 我们的第二道菜，这看起来像是巫婆的浓汤。我喝喝看，再跟你说是什么味道好了。OK， 那有请我们的踩雷王小猪皮同学。如何？不难喝。不难喝。酸酸咸咸的。酸酸咸咸的，它是甜菜汤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那个就是中文应该是甜菜汤没错，但是酸酸咸咸。而且它是冷汤哦，它是冰的哦。对啊，冰凉的哦。OK， 那下一道来了。来这样揭开来，揭秘。揭秘啊！看起来就是一个烧焦的面包，还很高刚哦。但是它本身又没有温度，烧焦的面包。OK， 看看里面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？是面包里面卖的什么汤？那个应该不是香菜吧？这一桌3个人，我们都不吃香菜。完了，如果是香菜就完了。完了 ，BBQ 的完了。先捞出来。我来，这我来试好不好？我来试。行。OK， 那
我只有一个期望，就是它不是香菜，因为我们3个人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香菜，香菜是一种罪恶的食物，对，所以我把它剥开好了啦。我把它剥开，所以我把它捞出来了，就不管它是不是香菜，我都不想要碰到它。虽然浪费了一点点汤。OK， 那我们正式来了啊。其实蛮好喝的。它应该不是香菜，它没有香菜味，它是算是蘑菇汤，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马铃薯泥，就是马铃薯泥萝卜蘑菇汤这样子，其实蛮香的。到了，这个很可以，这个很可以，这个推。好。其实闻这个味道我就已经不是很爱，你知道吗？它有一点那种生菜沙拉的味道，对不对？不讨厌，它就是咸优格。吃起来真的很像优格，它应该是用那个甜菜汁跟那个咸奶油 sour cream 去和在一起的。与其是说它是汤，我觉得它是一种酱，对吧？如果以中文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酱，然后搭配马铃薯，应该这样沾着吃吧？哦，应该是这样吧，对不对？它其实是一种酱，还不错，比那个饮料强。OK， 我们接着吃下面的。OK， 好啦，那我们的主菜呢就一次上齐啦。我们先看一下，这个有基本的啊，德国猪脚，这个看得懂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真的是霸丸，这个就是立陶宛霸丸。我们等一下来吃吃看。然后再来呢是这一锅，哎呦，烫不烫？不烫。这一锅里面呢，它是就焗烤的马铃薯啊、肉啊什么的。我们等一下来实验一下。OK， 那你要先吃什么？先吃一个那个霸丸吧，好不好？切一点来。起来有点像卤肉饭。我先把那个肉燥霸丸酱汁淋上去，你看如何？好。对，我把肉汁淋上去。可以，就是个肉燥霸丸嘛。我闻看。我们看有没有像？有点像，真的有点像台湾的肉燥。这时候来碗白米饭就完美，舒服了。好久没吃卤肉饭了。然后那个奶油那个你切下来用沾的好了。对啊。好吧，你先切个正中间，把它切开来看看。切个剖面。对，里面藏了什么东西？对。哦，黏。这边里面是猪肉，看起来像猪肉。肉浆。对，真的是霸丸啊，基本上长得跟霸丸一模一样。看那个皮的口感怎么样？我先吃皮。听说这个皮呢，他们是用马铃薯做的。如何？马铃薯皮跟那个就是台湾霸丸是 QQ 的嘛，外面是 QQ 的，这个偏软，然后中间有一点点扎实这样子。对，就外面偏软，然后里面有点扎实。然后那个不过好不好吃？那个刚淋上来的那个就是肉酱，它就真不像那个台湾的那种肉燥。就是肉燥。对。那整体呢？好吃还是不好吃？我给过。给过是吗？对，然后我吃一下里面的肉。1到5分给几分4分吧。4分啊，那不错啊。台湾霸王好吃。还是台湾霸王。那给我一口。其实跟霸王真的有超过87分像，真的很像。不过确实是它的皮比较有嚼劲一点，比较硬一点。不过口感、味道都不错，真的有一种家乡味，就是肉燥饭的味道，肉燥霸丸的味道。好久没吃到霸王。好久没吃到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下一道，这个。焗烤的，这个应该是很香啊，这应该不会有什么雷啊。里面看起来有一点肉末嘛，然后再
沾这个酱。它这不完全像是马铃薯，它不像是，有一种焗烤饭的感觉。哦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倒是真的。OK， 这个很好吃，这个给过。5分，给几分4.5。哦，评价如此高。我觉得比肉丸还好吃。好，我等一下也要吃。OK， 好啦，那我们就先吃饭哦。德国猪脚就不用试了，大家都吃很多了。我们先吃饭。好，拜。好啦，那因为今天呢，我们在维尔纽斯的天气实在不是太好，我们决定明天呢再好好带大家来参观一下这个维尔纽斯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才可以跟着我们继续冒险哦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